靓仔，你怎么能用这个姿势开球呢？啊？那应该用什么样的姿势？王老师，我也经常这样。你也经常这样子啊？对。那开球都肯定不能用这种正常的姿势啊，这种顶多只是开出一个小力量的。你是不是想暴力开？对呀、啊，开的死我。那肯定不能用这个姿势嘛。要不要教你们一种暴力冲球的专业知识？肯定想学啊！来，但是开球呢，一定要去站弓箭步，就是前后步。来看一下啊，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啊，然后需要在趴下去的时候，重心适当压低一点点，重心我还是偏后脚。等一下，一会儿在开球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个重心转移的过程。你看右脚蹬地，这样子是不是会有一个惯性的动作？哦，这个是下半身的啊，脚的位置。好，那么说一下上半身的。上半身呢，你刚才啊，由于正常姿势这么难，一拧杆，你想发大力嘛，所以你会有一个旋转身体的一个动作嘛，对吧？好，所以这个是不对的。当我们姿势换过来以后，那好，挥杆的时候开始稍稍拉高一下球杆，拉高球杆了以后，身体重心稍起来一点点啊。等一下我们要出杆的时候，把球杆降低，重心再往下压了以后抡出去，你看压到这个平度就抡出去，因为你拉高了以后啊，你直接这样子拉出去的话，球就也是会飞嘛。对，好，所以要拉回来高，然后压下来往前蹬地。在瞄球的时候啊，我们杆头一定要瞄在中低杆的点位啊，千万不能瞄在高杆点位，这样很容易滑杆。对，我就是瞄那里的。瞄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等一下啊，开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压杆，然后其实球杆啊是打在这个中心点中高的位置的。好，看一下啊。哇，对吧？能感觉到这么烦？你看我可能小个的身体，有大的能量。想系统学习，记得关注一下我主页置顶的第一条视频。好，看一下啊。一定去看，一定。下课，靓仔。哇，这反的这么准吗？入射条，无法射条。看好了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怎么不讲梗呢？注意看，因为力量大，裤边产生了凹陷，凹陷的回弹会给球一些反向的力，所以想要大力秀一杆时，需要适当的向左多瞄一些。不要紧张，小伙子。看到没有啊？这怎么练的？能不能教我？我加班1星期。你说了啊？可以，来。首先，先在对面裤边上找到这4个点，分别放上翘粉，每2个点之间距离16.75厘米，分别对应这边的4个点，每2点之间的距离是33.5厘米。先看一下4号点位对应的这条线，目标球无论在这条线的哪里，都可以对着4号点小力击打，就能翻进中袋。这个需要靓仔们大量的训练这4条线，每条线至少训练100次以上。想练成翻袋神功，可不是眼睛看会了就行，而是要将它们牢牢的刻在本能里。这就像给你加装了4把尺子一样，任何目标球在桌上，只要看一眼就知道用哪条线作为参考线。好，接下来如果目标球不在这4条线上怎么办？很简单，如果只偏离线的左侧一点点，理论上这条线才是进球线，但是我们只需要加大力量，瞄准3号点打就可以了。还记得吧？大力会缩小反射角，这个球理论上这条线才是进球线，但是它离左侧的2号参考线有点远，所以需要更大的力量去瞄准2号点位，同样也能打得进。现在明白这4条线的重要性了吧？想要系统学习台球技术，记得一定要去看我主页置顶的第1条视频。下课，靓仔。在高手眼里，这种出杆发力一看就知道是新手。为什么高手的发力看起来会那么舒服，有种莫名的爽感？接下来1分钟教会你职业选手的发力技巧。我们手臂有3段部位能产生速度：大臂的上下、小臂的前后，以及手腕的前后。如果这3个部位衔接的不好，球杆的速度不会叠加，反而会抵消。最常见的出杆是小臂向前摆动时，大臂跟着向前。这会让小臂失去了发力的支点，就会感觉出杆没速度了。同时球杆尾部压低，杆头就会上翘，力量的方向也会变得向上挑，而不是水平朝前。
如果在小臂朝前摆动的同时，由大臂先带动手肘支点向上，它就会极大的给小臂提供充足的支撑，而向上提的这一小段速度也会被小臂衔接过来，变成朝前的速度。此时你会感觉到球杆变重了一样。如果在回杆时能将手指打开，手腕向后翻，那么在球杆快要接触到母球前，手腕顺着小臂的力量向前翻转，你就会瞬间感受到这次的出杆发力既轻松又扎实，球杆整体也是水平朝前的，获得前所未有的穿透力。实战应用，太硬了，穿透，使劲啊！快点，太硬了，这个能钻进去，给你200，你多加20。想要系统学习台球技术，记得一定要去看我主页置顶的第1条视频。下课，靓仔。想提升台球准度必学的3个训练步骤，开始教学。瞄准能力的培养需要3个步骤。首先，你需要拥有打准母球中心点的基本功。对于初学者来说，球杆就是瞄准器，但只有从中心线方向通过的时候，球杆的方向才与白球方向一致。如果出杆的时候打在了白球的左边，则白球的实际线路就会偏向右边。打在右边，白球的线路就会偏向球杆方向的左侧。想让白球的方向和球杆的方向一致，推荐训练方式：一个球朝对面库边笔直击打，弹回来能刚刚好撞击到杆头。等熟练了以后，接着进行直球瞄准训练。直球瞄准主要是为了训练重合度的感觉，要能预测得到白球最终撞击到红球时的重合度，用白球的最左边和最右边与红球的最左边和最右边相连，这就是白球运动的体积路径。把球杆放在这中间，这样瞄准直球会非常精确。瞄准的时候，如果完全重合，红球就是球杆的方向；如果只重合一点点，红球的线路与球杆的方向接近90度。所以当红球在这个位置时，看一下角度大概是90度，那就直接瞄准重合度一点点的位置。如果红球在这里，角度大约是45度，瞄准重合度大概是1/3的位置。训练角度球时，需要将2颗球定点进行训练，站在2颗球的正后方，通过观察带口与红球连线的角度来判断白球的重合度。初学者可以先走到红球的进球线后，用球杆辅助放在红球后方半颗球的位置，保持杆头不动，旋转球杆到白球正上方，朝这个方向击打就可以了。无论白球在什么地方，白球最终撞击的位置都是不会变的。下课，靓仔。新手必学的几个台球小技巧，开始教学。技巧1，黑八如果在库边没信心打进的话，我们可以留一个翻带位。这个球要翻中带的话，我们只需要用球杆做一个垂直线，量出这一段的距离，做一个对称关系。到这边这个点，用球杆跟黑球的球心连线，这个点它就是进球点。技巧2，现在剩下一个7号的死球跟一个带口的6号啊，直接打这颗去 K 7号呢是 K 不出来的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啊，打7号的偏左一点点啊，偏左一丢丢，然后用一个高杆就能把6号打进，同时还能把7号打出来。技巧3，走位不小心走到这里以后啊，这个球是非常难打的，我们可以缩短手架，轻轻的往前面一贴，这样子对手啊是很难去打这个黑球的。技巧4，剩下最后一颗黑球啊，我们没办法进攻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选择轻轻的一个薄边带一点点左旋转。像这种黑球它是非常难防守的啊，我们假设来防守一杆看看，如果是打的薄了的情况，你看白球跑到这里来，黑球的这个位置还是很容易去打进的。技巧5，打2号球用高杆去 K 黑球的线路，被这2颗球阻挡住了怎么办？我们可以抬高后手去打2号球，这样子呢，白球就可以跳过这2颗球去 K 到。顺利拿下。技巧6，剩下最后颗黑球，这样子呢去直接去打底带，容易犯规连击啊。我们可以选择用这个杆法，瞄准在这个位置，打白球中心点偏右一丢丢的杆法，轻轻松松黑球
下课，靓仔。球打不进，真的是因为你不会瞄准吗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先来了解一下瞄准的感觉到底是哪里来的。所谓瞄准的感觉，就是一种排除法。根据以往一次又一次失误时所累积的经验，除去你认为100%确定它打不进的方向，剩下的就是正确的瞄准线了。那么在训练瞄准感觉的时候，就需要清晰的观察得到这一杆是打薄了，还是打厚了。所以在出杆时，眼睛的注意力就一定要在目标球上。然而像这样在出杆时眼睛还去看一眼白球，担心白球击球点打不中的同学，是永远练不出瞄准的感觉来的。第二，出杆前要先锁定好大臂的方向，小臂最自然的摆动方向永远是朝着肩关节去摆动。如果大臂的方向没有与球杆的方向处于同一平面内，出杆的过程就一定会歪，即使你瞄得再准也是没有用。可是，在趴下去以后，大家是看不到自己大臂的方向的，这是新手最头痛的地方。教大家一个方法，趴下去以后，通过小臂摆动起来，带动球杆前后运杆，去感受球杆的方向。如果球杆有左右晃动，这大概率就是你大臂的方向与球杆的方向不一样，需要左右调整一下手肘的角度，直到感觉球杆前后能够非常直了。此时稍稍给大臂注入一点力量，用于锁定它。这个时候再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目标球上，缓慢回杆，小臂放松加速，球杆就能轻松的打在进球点上了。这是我目前用过最好的稳定后手的方式。记不住的同学记得保存下来，反复观看。下课，靓仔。打台球最不道德的5个小技巧，真是一个比一个损。技巧1。技巧2。2,000 years later. 没完了，我跟他打了，完了。技巧3。老乡，哎，你手怎么进了？什么干嘛？我买的干了。技巧4。技巧5。下课。